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蚂蚁帮呢是一群神奇的生物，帮主郭文贵被判了30年的监禁，基本上也就是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边变成核才能出来，是吧？蚂蚁帮竟然在祝福美国，感谢美国，说我们叫新中国联邦，我们感恩美国，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美国，我们要探讨人类的文明和人类的金融、政治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模式。一个社会的金融不自由，怎么能强大延续下去？美国，你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独立法律系统和金融自由。这些非人的生物，你们搞不清他们的脑回路。郭文贵进去了吧，沾锅必倒霉嘛。郭文贵的女儿也要入狱了。郭美为什么呢？200斤的喜国公主是因为真还不上钱了。怎么回事啊？郭美蔑视法庭，必须支持每天1000美元的罚款，直至蔑视法庭案结束为止，自2026年7月2号起。郭文贵2020年开跑了他的游艇 Lady May， 把他偷出了美国水域，躲避债权人而被判蔑视法庭罪，每天10万美元的罚款，最终累计被处以罚款 1.3亿美元，宣布破产。2025年7月，郭美蔑视法庭令，法院责令郭美支付受托人的费用及开支37万1889.99美元，于2026年1月30日或之前支付，才37万美元啊！郭美继续装傻，一直不付钱，理由是我以为我对制裁令上诉了，可以暂缓付钱，后来变成我的中国银行卡被冻结了，香港身份证过期了，钱取不出来，国内的亲戚也拒绝帮我代付。那位说那不有蚂蚁帮吗？蚂蚁帮现在骗来的这点钱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喝的呢，也顾不上200斤的喜国公主了，你自己先调标啊，你先忍着吧。那么受托人陆克主张对郭美处以每日1000美元的罚款，郭美辩称不应该再施加任何制裁，她没有能力支付，称自己没有任何收入。尽管自称没有收入，她的证词证据显示，她与男友在纽约的公寓的月租金约为17000美元，被问及男友的薪资时，她认为男友的周薪约为2000美元。郭美作证称，偶尔会与岳庆之同住康州租下的豪宅里，每月3万美元的租金。尽管已数月未付租金，他和母亲仍居住在该豪宅内。郭美说，他的母亲的房东允许他们继续免费居住到那栋豪宅里，因为房东不愿意看到他们流落街头。郭美证词称呢，自2025年3月以来，她的2位表亲分别向其男友提供了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支撑她的各项花销。她的一位姨妈也向其男友提供了5万美元到6万美元不等的资金，用于支付她的开销。法院认为，郭美未能证明自己无力支付此前判令的制裁金和因为持续民事蔑视法庭而产生的额外的制裁金。尽管郭美声称自己没有收入，自2025年3月以来，她的男友从她的亲属处收取了25万美元到46万美元。这哪是亲属啊？这是蚂蚁帮给她的钱。法庭令郭美的行为构成对蔑视法庭命令的民事蔑视，对郭美处以制裁。她必须支付受托人因提起推进该蔑视法庭动议而产生的合理律师费及诉讼成本，相关的费用的合理性及具体的金额将由法庭裁定。受托人必须2026年7月24日之前提交其律师费、诉讼成本费。郭美必须在2026年8月7号或之前提交回应或动议，异议自本命令生效之日起7月2号生效。
直至郭女士消除蔑视法庭的状态，她必须向法院支付每天1000美元的罚款。这是 Dorsey 刚从这个美国的司法系统里获得的消息。完了，又玩球蛋了。现在郭美一天1000美元，一个月就3万，蚂蚁帮还得给他筹钱，现在筹不来钱，郭美又得进监狱了。喜国的200斤的公主进监狱了。现在呢，这个教主一进去，这蚂蚁帮全蒙圈了，你知道吗？疯狂了，他们正在疯狂的转着圈的互相撕咬，也搞不清了，搞不清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了。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了啊，说这个郭文贵把亨特·拜登的笔记本放出来了。蚂蚁帮里一批人认为郭先生当年甩锅了，说路德是共产党控制的，跟我郭文贵没关系。现在仍然沿用这种说法。有一批人认为，为了川普能够特赦郭文贵，我们必须得认说这个亨特·拜登的硬盘是由我们爆料的。为了利益公嘛，在川普心中利益公嘛，因为拜登不和川普是冤家嘛。所以有一帮蚂蚁就说，哎，GT 味儿是由郭氏家族创立的。郭文贵曝光了拜登的笔记本，然后就有人骂，说啥意思啊？你要牵扯七哥家人甚至家族进来吗？啊，七哥哪个时间段直播中讲到郭氏家族创立了 GT 味啊？啊，那你不是栽赃陷害郭先生，图谋一锅端七哥的家人吗？你把七哥的家里人也拖到这个诈骗案中来吗？但是郭文贵在监狱里边据说是打电话出来了，郭文贵说让盖特的900万用户实际上连他家9000都没有，都知道有关案件的经典视频和庭审被政治化武器的情况。盖特的用户都是支持 MAGA 的，支持灭共，支持川普总统的。GT 味就是支持 MAGA 和川普总统的。郭文贵是第一个爆料亨特拜登笔记本的，被拜登和习近平联合陷害。不，你等会儿啊！郭文贵现在也认了，不是当年说那个硬盘是共产党给路德的吗？我不是昨天还有期视频了吗？有人说郭文贵那个嘴那不就跟个那个啥一样吗？是吧？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信的。现在郭文贵在监狱里边绝望了，说我立功那个硬盘是我爆料的川普你得给我特赦，大体概就是这个意思，朋友们大体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也有人说，在七哥被重判30年之后，以盘古的琴妹，就是那个弹琴的那个陈敏Q 妹为首的几个男女主角和一众群演摇旗呐喊，要用地狱硬盘事件将灭爆的战火燃烧到了盖特和美国女记者米兰达，目的明确，挑动仇恨，彻底扑灭爆料革命的灭共之火，把七哥永远摁倒在监狱。30年显然只是他们的底线因为 Q 妹说30年判的太少了，太轻了让他永远只能喝过期的牛奶，喝马桶的水，用手擦粪便，让他永远又聋又瞎。现在蚂蚁帮已经互相撕咬起来了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来描述现在的一切呢？全都疯了，这群人。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